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每天中文，我是立明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我们有一期特别棒的节目，希望能给你们带来很多乐趣，也能帮你们学到很多有用的中文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王宇。今天我超级兴奋，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跟我上个周末做的一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。哦，是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兴奋？快跟我们说说，我也很好奇你上个周末去做了什么好玩的事情。是这样的，上个周末我在家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巧克力蛋糕，那个蛋糕真的太大了，我一个人肯定吃不完。如果我一个人吃，我可能会变胖，而且肚子也会很不舒服。所以呢，你把那个大蛋糕怎么处理了？我把蛋糕切成了很多小块，然后我拿着这些小蛋糕去敲了邻居们的门。我把蛋糕分给了我的左边邻居、右边邻居，还有楼下的老奶奶。他们吃到我的蛋糕都非常开心，一直对我说谢谢。看到他们那么开心，我觉得我比他们还要开心呢。这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。你刚才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，那就是分给别人，或者说分享。分享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，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。是的，我知道我们有一个特别受欢迎的播放列表，叫做睡前故事。很多听众朋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听我们讲故事。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要讲睡前故事呢？没错，今天是我们睡前故事播放列表的第14集。今天这一集我们要给大家讲几个关于分享的故事。这些故事的中文名字分别是会分蛋糕的兔子、2个馒头的故事，还有山羊与狼分肉。哇，听起来好有意思啊！有兔子，有山羊，有狼，还有好吃的蛋糕和馒头。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一定会非常喜欢今天的节目。我们选择这3个故事是因为他们是用非常简单的中文写的，很适合正在学习中文的你们。即使你是一个初学者，也能听懂里面的很多词语。而且这些故事不仅能帮你学中文，还能教给我们一些人生的道理。太棒了，立明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讲第一个故事吧。小鸡哥，我迫不及待想听关于兔子的故事了。好的，那大家找一个舒服的地方，可以坐在沙发上，也可以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慢慢的听我讲。第一个故事叫做会分蛋糕的兔子。会分蛋糕的兔子，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很温暖。森林里的小兔子是怎么分蛋糕的呢？在一个很大的森林里，住着一只非常可爱的小兔子。这只小白兔非常喜欢做饭，特别是做甜点。有一天，森林里的天气非常好，阳光明媚，小鸟在树上唱歌。小白兔在家里做了一个很大很漂亮的草莓蛋糕。草莓蛋糕，那是我的最爱。那个蛋糕一定很香吧？我好像都能闻到蛋糕的味道了。是的，那个蛋糕非常香，上面有很多红红的草莓，还有白白的奶油。小白兔看着这个大蛋糕，心里想，哇，这个蛋糕看起来太好吃了，我要一个人把它全部吃掉。哎呀，如果他一个人全吃了，就像我上个周末一样，肚子肯定会痛的。你说的对。就在小白兔准备吃的时候，他听到了敲门声。小白兔打开门一看，原来是小熊。小熊看着那个大蛋糕，流着口水说，小白兔，你的蛋糕好香啊，可以给我吃一点吗？小熊那么胖，肯定喜欢吃甜的东西。小白兔给小熊吃了吗？小白兔有点不高兴，他想，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，我想自己吃。可是看着小熊很饿的样子，小白兔还是拿出一把刀，把蛋糕切了一小块给了小熊。忍不住，小白兔还是个好孩子，小熊拿到蛋糕一定很开心。小熊吃了一口，高兴地跳了起来，说，太好吃了，谢谢你小白兔，你真是我的好朋友。看到小熊这么开心，小白兔觉得心里暖暖的，感觉比自己吃还要开心呢。这就是分享的魔力。当你把好东西给别人的时候，你会得到别人的感谢，你的心情也会变得很好。故事还没有结束呢，过了一会儿，小猴子也来了。小猴子也闻到了蛋糕的香味。小白兔这次没有多想，他马上又切了一块蛋糕给小猴子。小猴子吃完，也在森林里开心地跳舞。小白兔把蛋糕分给了小熊和小猴子，那他自己还有蛋糕吃吗？当然有，那个蛋糕很大，
最后，小白兔和小熊还有小猴子3个人坐在一起，喝着茶，吃着剩下的蛋糕，聊着天。小白兔发现，虽然他自己吃的蛋糕变少了，但是他得到的快乐却变多了。他一个人吃蛋糕的话，只能开心10分钟，但是和朋友们一起吃，他们开心了一整个下午。这个故事真好听。其实生活中就是这样，分享就像是魔法，它能把一份快乐变成很多份快乐。这也让我想到了很多正在学习中文的朋友。哦，为什么会想到学习中文的朋友呢？因为很多听众经常给我发信息说，王宇，我真的很喜欢听你们的睡前故事，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很困难。他们说自己的中文还不是很好，在听故事的时候，如果遇到听不懂的词，就会觉得很紧张，然后就听不进去了。我非常理解这种感觉。当你在听一门外语的时候，如果有人说得很快，或者用了你没学过的词，你很容易感到害怕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大家不要担心。对呀，所以我想告诉大家，听中文故事其实就像是吃那个大蛋糕一样。怎么说呢？这个比喻很有意思。你们看，那个大蛋糕很大，小白兔不可能一口气把整个蛋糕都吃进肚子里。学习中文也是一样的，你们不需要一下子听懂故事里的每一个字。没错，你们可以一次只吃一小块蛋糕。在听我们播客的时候，你可以只抓你认识的词，比如你听到了兔子，听到了蛋糕，听到了好吃，你把这些简单的词连在一起，你就能猜到故事在讲什么。对的，不要去查字典里每一个你不认识的词，只要你今天比昨天多听懂了一个词，你就在进步。就像和小熊、小猴子分享蛋糕一样，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你的学习过程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说得非常好，学习语言需要耐心，慢慢来。如果你觉得听一遍听不懂，你明天可以再听一遍。每一次听，你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吃了甜甜的蛋糕，该讲第二个故事了。第二个故事叫2个馒头的故事。馒头，可能很多外国朋友不知道什么是馒头。李明，你要不要给大家解释一下？好的，馒头是中国北方人非常喜欢吃的一种食物，它是用面粉做的，蒸出来的，所以它是白白的、软软的，它有点像没有味道的面包。对，馒头里面没有肉，也没有菜。我们在吃馒头的时候，经常会配着菜吃。馒头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吃进去觉得很饱。那这2个馒头的故事是怎样的呢？故事是这样的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有2个好朋友，一个叫大山，一个叫小石头。他们2个人一起去很远的地方旅行。那时候没有汽车，没有火车，他们只能走路。走那么远的路一定很累吧，而且肯定会很饿。是的，他们走了好几天，带的食物都吃完了，他们又累又饿，在路上走不动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山在包里找到了最后2个馒头。太好了，终于有东西吃了，一人一个，刚刚好。可是问题来了，这2个馒头，一个比较大，一个比较小。大山拿着这2个馒头看了很久。如果是你，王宇，你会怎么分？如果我很饿的话，我可能会想要那个大的。但是如果对方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可能会把大的给朋友，自己吃的小的。大山是怎么做的呢？大山也是这么想的。大山把那个大一点的馒头递给了小石头，说：小石头，你比较年轻，你需要多吃一点。这个大馒头给你吃，我吃这个小的。大山真是一个好朋友，他宁愿自己少吃一点，也要让朋友多吃一点。那小石头拿了那个大馒头吗？小石头看着那个大馒头，摇了摇头。他把大馒头推回给大山，说：大山哥，你比我高，你走路出的力气比我多，你更需要吃大的。你吃大的，我吃小的。哇，这2个人都想把好的东西给对方，他们推来推去，最后到底谁吃了大馒头呢？最后，大山想了一个办法，他突然拿起那个小馒头，用力咬了一大口，然后笑着对小石头说：你看，我已经吃了小的，这个大的是你的了。哇，大山真是太好了，他故意先把小的吃了，这样小石头就只能吃那个大的了。是的，
大山吃着小馒头，但是他觉得心里很开心。小石头拿着大馒头，感动得快要哭了。他们吃完了馒头，又有了力气，高兴地继续向前走。这个故事真的很感人。其实，在分享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希望把好的那一部分给我们在乎的人。大山就是这样做的。没错，这让我想到了中国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历史故事。只要是中国人，小时候一定都听过这个故事。王宇，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故事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你说的肯定是孔融让梨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孔融让梨。这是一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好的例子。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应该知道这个故事。我给大家讲讲吧。孔融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小男孩，在他只有4岁的时候，有一天，他的爸爸买了很多梨回家。梨是一种水果，吃起来甜甜的，水很多。爸爸让孔融先挑一个梨吃。只有4岁的小朋友一般都会挑最大的那个吧？但是孔融没有，孔融在一大堆梨里面挑了一个最小的梨。他的爸爸觉得很奇怪，就问他：你为什么不拿大的，要拿小的呢？孔融回答说：我年纪最小，所以我应该吃最小的梨，把大梨留给哥哥们吃。哇，一个4岁的孩子就能说出这样的话，真的很了不起。所以孔融让梨这个故事就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。是的，孔融让梨，还有我们刚才讲的大山和小石头分馒头的故事，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把大的、好的东西让给别人，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吃大的，而是因为我们爱他们，我们尊重他们。在中国文化里，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品格。我们觉得多为别人着想，别人也会多为你着想。如果你总是想要拿最大的，想要拿别人的好处，那你以后可能就交不到好朋友了。你说得很对，所以分享不仅是一种动作，它更代表了你对别人的爱和关心。当你把大东西让给朋友的时候，朋友吃在嘴里，暖在心里。听完这2个故事，我觉得世界好美好啊！大家互相分享，互相帮助。我们不仅分享了蛋糕，还分享了馒头。那么第3个故事是什么呢？是不是也是这么美好的故事呢？第3个故事的名字叫《山羊与垄分肉》。这个故事和前2个故事有点不一样。前面的故事是关于朋友之间的分享，但是这个故事是关于如何面对那些不讲道理的人。山羊和垄，垄在所有的故事里好像都不是什么好角色。垄总是很凶，喜欢吃别的爱动物。山羊遇到垄肯定很危险吧？是的，有一天，一只山羊在山里走着，走着走着，它突然闻到了一股香味。它走过去一看，发现草丛里有一大块别人掉在那里的新鲜的肉。山羊是吃草的，它不吃肉吧？山羊虽然不吃肉，但是他想，我可以把这块肉拿回村子里，换一些新鲜的草吃啊。就在山羊准备把肉带走的时候，一只大灰狼突然跳了出来。嘎，糟糕，大灰狼来了！大灰狼可是最喜欢吃肉的。大灰狼看着那块肉，眼睛都亮了。他对山羊说：喂，小山羊，这块肉是我先看到的，应该是我的。山羊很生气，说：明明是我先找到的，你怎么能说是你的？大灰狼真是不讲理。那他们怎么解决？打架的话，山羊肯定打不过垄。山羊很聪明，他知道自己打不过垄，于是山羊说：垄先生，既然我们都看到了这块肉，那我们就把它分了吧，我们一人一半，这样很公平。山羊还挺愿意分享的，一人一半确实是个好办法。垄同意了吗？狼眼睛转了转，假装同意了。狼说：好，那我们来分吧。狼拿出一把刀，把肉切成了3块。第1块非常大，第2块比较大，第3块非常小。为什么切成3块，不是一人一半吗？这只狼在做什么？狼指着最大的一块肉说：看，我是森林里最厉害的动物，所以这最大的一块应该归我。山羊听了，虽然不高兴，但是没说话。接着，狼又指着第2块比较大的肉说：我是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的，我很累，所以我需要多吃一点。这第2块肉也归我。太过分了，那山羊吃什么？只有最小的那一块了吗？嘿嘿，还没完呢。
狼看着那块最小的肉，对山羊说：“你是一只山羊，你是吃草的，你根本就不喜欢吃肉。如果你吃了肉，你会生病的。为了你的健康，这最后一块小肉我也帮你吃了吧。”说完，狼就把3块肉都拿走了。这只狼真是太贪心了，它用各种奇怪的理由把所有的肉都拿走了，一点儿也没有留给山羊。这是假装分享，其实就是抢东西。山羊一定很生气吧？山羊当然很生气，但是山羊看着狼那尖尖的牙齿，知道自己不能和狼吵架。山羊明白了，狼根本就不想和他分享。于是趁着狼在高兴地吃肉的时候，聪明的山羊悄悄地转过身，飞快地跑进了树林里，安全地回到了家。还好山羊跑得快，不然大灰狼吃完了肉，可能还要把山羊也吃掉。这只山羊真是又聪明又勇敢。是的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现实的道理：分享是件好事，但我们也要看对面的人是谁。小白兔和小熊分享是因为小熊懂礼貌，大山和小石头分享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，但是山羊和狼之间是无法真正分享的。没错，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比喻。我觉得分享就像是在河面上建一座桥。建一座桥，这个比喻很有意思，你来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。你看，河的两边有2个人，如果他们想要走到一起，想要成为朋友，他们就必须一起建这座桥。你拿一块木板，我拿一块木板，大家一起努力，这座桥才能建好。这就是分享。我明白了。那么如果像大灰狼那样呢？如果其中一个人是大灰狼，他很贪心，他不仅不拿木板，他还要把你手里的木板抢走，那这座桥永远也建不好。如果你一个人在建桥，另一个人在破坏，你甚至可能会掉进河里。解释得太好了。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学会和对的人分享，我们要对我们的朋友好，把好东西给他们。但是如果我们遇到了像大灰狼一样贪心自私的人，我们要像山羊一样聪明。对，遇到贪心的人，不要和他们争吵，保护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远离那些不懂得分享的人，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开心。今天我们讲了3个故事，我觉得每个故事都很有意义。作为我们节目的传统，现在让我来为大家简单总结一下今天学到的主要内容。好的，大家竖起耳朵听哦，李明老师要划重点了。第一，我们讲了小白兔分蛋糕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分享可以带来双倍的快乐。一个人吃大蛋糕虽然很开心，但是和朋友一起吃，笑声会更多。第二，我们讲了分馒头和孔融让梨的故事。这告诉我们，在中国文化里，把大的好的部分让给别人，是一种表达爱和尊重的传统美德。第三，我们讲了山羊和狼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提醒我们，分享是需要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。遇到不讲理的大灰狼，我们要学会用智慧保护自己，而不是傻傻的去分享。没错，除了这3个故事，汪宇还给了正在学习中文的朋友们一个很好的建议。大家不要忘了，听中文播客就像是吃蛋糕，不要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，一次吃一小块，每天听懂几个词，你就会越来越棒。是的，相信自己，你们都能做得很好。如果你想看今天这3个故事的文字稿，或者想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词语，你可以查看这期节目下方的描述栏。如果你在其他平台听我们的节目，你也可以直接在谷歌上搜索每天中文，就能找到我们的网站和更多的学习资源。我们在网站上为大家准备了非常详细的生词表，还有一些小练习，希望大家都能去看看。节目到了最后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在你的国家或者在你的日常生活中，你最喜欢和朋友分享什么东西呢？是好吃的美食，是一本好看的书，还是你的好心情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用中文给我们留言，只要你写，我们就一定会看。写的简单的词也没关系哦。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每天中文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今天开心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